你以为你是经典，但对不起，那一年的英美剧遍地都是经典，只因现在向你走来的是2005年。第10部《尸骨寻踪》，当年 Fox 端出来的法医天花板，一口气连更12季246集，直接把法医人类学这种生僻词焊进了大众字典。女主是个智商200、情商基本退化回原始社会的学术大神，而男主则是全凭直觉办案的感性行动派。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在各种奇形怪状的骨头堆里疯狂拼图，居然碰撞出了极其奇妙的化学反应。那种一边干饭一边聊腐烂细节的硬核画面，简直是下饭的解压神器。第9部《实习医生格雷》，作为美剧界的超级钉子户，真就是流水的医生，铁打的格雷。从05年一路播到20多季，卡斯换了一茬又一茬，编剧甚至给半个主角团都安排了各种离奇死法。更颠的是这剧的狗血走向，上一秒还在手术室拼命去扳位，下一秒就钻进值班室开启抓马修罗场，主打一个虐身又虐心，连播20年依然是 ABC 电视台的当家花旦，属于能陪你从青春期一路走到中年危机的长寿神剧。第8部《纸匠情挑》，真正的鸡圈圣经 BBC 这部神级反转短剧，连朴赞郁名震戛纳的小姐都是翻拍自他。当骗子遇上骗子算计到最后，结果两人都动了真情。维多利亚时代的阴冷浓雾配上这绝美的双向救赎，反转多到让人颅内地震。豆瓣 9.0 真不是白给的，不仅把全员恶人和纯爱战神完美融合，后劲还极大。如果看腻了现在的工业糖精，直接去看这部古早巅峰，绝对能洗涤你的审美。第7部《邪恶力量》，让无数人深陷骨科兄弟情无法自拔的经典。当年温家双煞开着那辆1967年的雪佛兰黑斑灵，伴随着 Carry On Wayward Son 的经典 BGM 一路斩妖除魔，一播就是整整15年，直接创下了 CW 电视台最长寿科幻系列的记录。那时候的迪恩帅得人神共愤，山姆还是个青涩的小奶狗，美式都市传说被他们科普了个遍。虽然后期剧情有些放飞自我，但初代那种纯粹的公路片质感和兄弟间的宿命感，真的是一代人的眼泪。第6部《犯罪心理》，现在的刑侦剧动不动就靠神探开天眼，而 BAU 早在20年前就已经在给连环杀手做精准切片了。剧里几乎每个案子都取材于真实的 FBI 卷宗，一集送走一个变态，节奏快到飞起。最顶的还得是每集首尾狂甩先贤名言，彻底把悬疑逼格焊死在天花板上。那会有多少人因为瑞德博士的高智商脆弱感入坑，至今还在各种犯罪心理学论文里反复回味。第5部《老爸老妈的浪漫史》，这绝对是美剧史上最能聊的自白现场。老父亲坐在沙发上给孩子讲情史，一开口就是整整9季，说是寻找真命天女，结果镜头里却装满了985人组的发疯日常。但不得不承认，这种非线性穿插的叙事节奏玩得太溜了，密集爆梗的背后全是普通人面对30岁关卡的硬撑与破防。信我，只要熬过前2集，后面9季你根本舍不得看完。第4部《神秘博士》，停摆多年的英国国宝级 IP 在2005年迎来了史诗级重启。九叔带着皮夹克和音速起子一脚踹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仅凭一个蓝色电话亭就能带着人类在宇宙终点和远古时期反复横跳。虽然千禧年初期的5毛特效现在瞅着有点复古喜感，但只要戴利克那句毫无感情的 Exterminate 机械音响起，跨越900年的时空浪漫依旧能让人起一身鸡皮疙瘩。第3部《办公室》，真正把伪纪录片喜剧玩出花的必须是他。虽然第1季只有短短6集，还在摸索风格，但后续爆发的统治力简直匪夷所思，不仅创下了流媒体单年超521分钟的逆天播放量，更手握42次黄金时段艾美奖提名。史蒂夫·卡瑞尔饰演的老板迈克尔把职场令人脚趾抠地这门艺术演绎的登峰造极，而斯克兰顿那台平平无奇的复印机旁，既藏着最真实的职场众生相，也藏着暗戳戳的顶级浪漫。第2部《罗马》，HBO 联合 BBC 砸了整整1亿多美刀，直接1比1复刻了一座古罗马城。因为把钱烧得太狠，连财大气粗的 HBO 都倒吸凉气，硬生生把原定的长篇巨制砍到了短短2季。整部剧皆有2个底层军团士兵的视角，经历了罗马从共和国走向帝国的血雨腥风，那种毫不避讳的大尺度以及刀刀见血的古典史诗质感，放眼现在根本找不出第2家。第1部《越狱》，国内无数人最早的美剧启蒙，米帅一身刺青走进狐狸河监狱的瞬间，把高智商硬核犯罪题材的张力拉满了整整20年，环环相扣的精密计算，甚至让反派都散发着病娇魅力。每一个反转都狠狠踩在多巴胺的爽点上。金球奖双料提名只是点缀，最恐怖的是节奏快到根本不给观众喘息的机会。以后无论再出多少越狱题材，都再难超越这部开山鼻祖带给全网的心灵震撼。